What's up, everyone? Nice to see you again in my new video. For those who doesn't know me, I'm John. 他叫我直接把它开了。等了拉伤害。不错。没有欧漆呢，还没有开到。什么东西的？什么叫欧漆？你知道的？他们用那个水哦。啊？宝格丽1天800。猫山。还有哪里？满地。外面的比较少，因为很多人跑。还有里面都是。Good. When you rip enough, and you could hear like there's something solid inside when you're wrecking it. 红色里面还有一些带黄黄的，那些黄黄色那个就吃了就有点黏黏跟苦啊。可是那个完全黑的，那个很熟了啊，那个很熟了。那我也吃了有经验了。You're not gonna like this one because there's something yellow things inside, and that's very bitten. You don't like it. And now you like it. 你是不是很想在榴莲树下吃榴莲呢？打开刚从树上掉下来的榴莲，看看果肉和品尝榴莲，这样的情节是不是很浪漫又新鲜呢？体验一定是非常的好。千万不可以啊！榴莲树下吃榴莲很危险的，被榴莲砸头那不是开玩笑的。榴莲长眼睛不会砸中你的说法也是不正确的呀。
看一看被砸中的铁板屋顶，你就知道了。那一颗成熟的榴莲大概1公斤到2公斤重，加上地心引力的力量呢，就像一颗流星锤砸中了铁板，整个变形了。榴莲树周围的蚊子和苍蝇也多，蚊子咬会发痒而且难受，苍蝇就更糟糕了，传染疾病。树下吃榴莲的你绝对待不了3分钟。用农药除草、驱虫、赶尽杀绝，成本低，效率快。可是连传染花粉的蜜蜂和果蝇都杀死了，其他蜜蜂不敢来了。榴莲树怎么花粉受精呢？再开花结果呢？蚊虫多的果园可以证明这里没有农药或者少用农药，更多昆虫在这里传播花粉。在这样的环境吃榴莲就非常的理想了，非常开心，品种多，选择多，选择榴莲肯定要选个又大又圆的，对吧？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这么特别？它是黑刺，黑刺。 That's the best. No， 不对，选榴莲要选个小小颗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马来西亚的榴莲有很多品种啊。顶级黑刺、猫山王、彭亨第24、槟城红虾、丹龙4把主角、金马仑山榴莲，排名不分前后，都是榜上有名，种种。选个小的就可以多品种尝试。你要是远道而来，到了榴莲种植园区啊，起码几10个品种的榴莲，难道你不想每个品尝试试味道，过个榴莲瘾吗？你如果开了一个又大又好的榴莲，你还能吃下一个吗？黑刺王，哎，到不来讲。食緊係咩啊？黑刺 black dog 啊，嗰啲迪卡，中心这样子的，注胶。你看我上一期的猫山王视频，1房果肉就很饱满了，吃得下2房，你肯定是很爱吃榴莲。那我把链接呢放在描述栏这里，描述页这里。